我和女友在城里安定生活，努力工作。在我即将被提拔为车间主任时，女友却举报我曾经有经济问题，我前程尽毁，档案被打入黑名单。即将被下放之时，我看到女友双眼含恨地瞪着我。如果不是你自私，赵伟强怎么会回不了城？你害了他，就留下来陪他受罪吧。在睁眼，我回到了女友久久不肯让开办公室门这点。这次我让你们一起留在这里。这已经是最后一批归城名额了，再不递交申请材料，过了今天，我们都会永远留在农场。几个青年愤怒地瞪着堵在办公室门口的苏婉清。赵伟强还没有回来，再等等怎么了？苏婉清眼神冷漠，毫不退让地开口：为了等他一个人，你就要让我们错过归城的机会？你愿意陪着他留下，别拉上我们？一个小青年愤怒地想要推开门，还没有等他碰到门把手，一个小本子从苏婉清手中晃出。你们谁敢硬闯，我就举报你们投机贩卖，你们的罪证我都记下了。看到苏婉清手里晃着的账本，周围人后退2步，忌惮又恨地瞪着他。大家都知道，一旦被扣上投机贩卖的帽子，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赵伟强还没有到，谁也别想进办公室。苏婉清坚决地说道。我们几个人被批准共用这批归城名额，一旦你们递交了材料，名单就会被提交上去。你这是故意要害死赵伟强，赵伟强没有来，谁都不准进去。真是令人可歌可泣的爱情。我慢慢走到女友身边，她盯着我，冷声质问：林浩宇，你也要来阻止我？我的举报材料可不是开玩笑。我低低垂头，诚恳道：我非常赞同你的做法。接着我对其他几个青年说：我们几个在农场相处多年，是生死之交，尽管快到截止时刻，但赵伟强还没有到，我们怎能抛弃他？听到我的这番话，其他青年都齐声反驳道：林浩宇，你带你女友去吧，别拉上我们，快没时间了，我们一起上。我就不信还能同时拦住所有人。哼，找死！苏婉清眼里凶光闪烁，随即挥动举报材料威胁，瞬间吓住所有青年。再敢轻举妄动，就别怪我不讲情面，让你们都进学习班。苏婉清看着恐惧的众人，轻蔑开口，语气带着毫不掩饰的狠厉。所有青年都不敢再动，用怨恨的目光瞪着我和苏婉清。时间在焦急的等待中飞快流逝，直到快要到截止时间，漆黑的楼道尽头隐隐传来脚步声，赵伟强才匆忙赶来。婉清，我就知道，无论多晚，你一定会等我。赵伟强包裹有些凌乱，他深情地看着苏婉清说：他胆子小，又非要冒着被民兵抓住的风险去黑市换紧俏物资，能在最后一刻赶回来也是不易。我怎么会抛弃你？看到赵伟强，苏婉清瞬间一笑，脸上冰霜尽散。人来了还不让路，递交材料在这磨叽什么？被威胁的青年暴跳如雷的怒吼。急什么？赵伟强，你先歇歇，喘口气。苏婉清翻了个白眼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份介绍信给赵伟强。赵伟强小心翼翼地收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办公室的门咔嗒一声被从里面锁上，归城窗口关闭了。被困在办公楼的众青年暴怒地瞪着赵伟强和苏婉清。我真的服了狗了，归城名单封存，机会被你们两个丧门星活活耽误没了。这下别说挑拣了，马上就要被永远留在这破地方种地了。赵伟强，你这个傻叉都要回城了，非要去倒腾那些东西干什么？自己找死吗？刚刚还在门口推搡的青年们现在都退到了角落。赵伟强身体微微颤抖地听着众人对他的辱骂。对不起，归城机会就这一次，错过了都是我的错。我只是想弄点本钱到城里好有个营生，没想到会耽误这么长时间。赵伟强红着眼解释。再骂一句，我立刻让你们进学习班。苏婉清冷着脸把赵伟强护在身后，掏出实名举报信威胁。你愿意陪着他留下，别连累我们。一个小青年愤怒地想要冲出办公室，还没有等他碰到门把手，苏婉清亮出了厂部的介绍信。谁敢现在出去，我就报告你们擅离职守。你怎么有厂部的介绍信？看到那张盖着红章的纸，众人后退，忌惮又恨地瞪着苏婉清。有厂部关系的青年是有后台的，不是他们能得罪的。想要现在出去随意，但是天黑了，外面到处是检查站，没有介绍信会被当成盲流抓起来。苏婉清语气坚定地开口。虽然我们错过了归城机会，但是只要等到明天再想别的办法。我看着女友手中的介绍信，这介绍信能让我们安全回宿舍，而且我认识厂部的人，等会儿他们能来接我们。我们先在这里等着，别乱跑。苏婉清发号施令，紧接着拉着赵伟强的手。赵伟强，没事，等回去再说。听着他温柔的语气，其他青年都稍微安心了些。办公楼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，墙上的标语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。扎根黑土，大有可为，几个大字仿佛在嘲笑我们这些想要逃离的人。窗外的北大荒深夜格外寒冷，即使是夏天也能感受到那种刺骨的凉意。这片黑土地吞噬了我们的青春，现在还想永远留住我们。几个青年焦躁地抽着烟，烟雾缭绕中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对未来的恐惧。我靠在墙角，看着苏婉清和赵伟强低声交谈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苏婉清不知道我真正的身份是干部子弟，当初追他的时候，因为怕他嫌弃，才装成普通知青。其实只要我愿意，随时都能通过关系回城。苏婉清手中的介绍信还是我托人给他弄的，他只知道介绍信能保平安，却不知道这张介绍信的效力有限。而且我早就跟厂部的人说好，到时候名额不够，让他们在苏婉清和赵伟强之间选一个。我看着紧靠在一起的两个人，嘴角露出苦笑。这么深的感情，就是不知道在利益面前，他们会不会为对方牺牲。错过了归城机会，
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意味着什么。苏婉清仗着有介绍性护身，肆无忌惮地带着赵伟强在农场里转悠，去供销社赊账，拿走了不少紧俏物资，还跑到青年点的小卖部，把人家准备过年的罐头都拿了。短短半天就欠下了不少账。我察觉到两人越来越过分，冷笑了一声。农场最忌讳的就是欠账不还，这种行为一旦被举报，档案上会留下污点，以后想回城就更难了。距离天黑还有2个小时的时候，在外面转悠的苏婉清急匆匆地跑回来，焦急地对我说：“你不是说你爸在厂部工作吗？快点帮我开个证明，我有急用。”我脸色微变。你要证明干什么？苏婉清回答的理直气壮。赵伟强在外面欠了账，如果不及时还清，会被记入档案的。只有厂部的证明才能暂时担保。我皱起眉头，缓缓道：“开这种证明需要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，如果他还不上，我家就要替他还。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爸会打死我的。”但赵伟强现在就需要这个证明。苏婉清满脸不耐烦地催促，顿时和我交好的一个青年忍不住开口：“他欠账是他自己的事，为什么要让林哥家里担这个风险？那些东西都是给他妈治病用的，我必须帮他保住。”苏婉清想都没想便说道。他看我迟迟不动，眼神一冷，威胁道：“林浩宇，你要是不帮忙，我就把你偷偷给我开介绍信的事说出去。”苏婉清，你有没有良心？这些年林哥对你多好，你现在竟然为了一个外人威胁他？其他知青替我打抱不平，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他恶狠狠地瞪了回去。我看着苏婉清眼里的决绝，苦涩地叹了口气。我自嘲地移开视线，为自己曾经爱过这个女人感到悲哀。苏婉清其实家境贫寒，在农场举步维艰，但我喜欢她，托关系给她安排了轻松的活，还时不时接济她，给她弄各种调整。我全心全意地对她好，却比不上她的初恋。最终，我还是写了担保证明给她。看着她如获至宝地跑向赵伟强，片刻后，赵伟强松了口气，感激地看向我：“对不起，林哥，婉清她就是太担心我了，你别怪她。”我看着他虚伪的样子冷笑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他倒是会让别人替他擦屁股。其他青年看他这副假惺惺的模样，眼神十分鄙夷。一张证明算什么？你的事永远都是最重要的。苏婉清握着他的手，语气十分心疼。赵伟强也深情地看着他，发誓道：“婉清，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，我发誓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辜负你。”我听着两人的山盟海誓，心里泛起阵阵恶心。前世我帮苏婉清解决各种困难时，他理所当然地接受，还嫌我做的不够多。临回城前，更是举报我贪污，害我前程尽毁。而如今，赵伟强几句甜言蜜语，就让他死心塌地，把我的真心当成了笑话。夜色降临，约定的时间到了，大家都紧张地看着门外。终于，一个厂部的干事出现在办公室门口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。终于来了！所有青年都兴奋地站起来。苏婉清拉着赵伟强就要往外走。站住！干事冷冷地开口，目光扫过两人。别人可以走，但你们2个不行。赵伟强和苏婉清脸色惨白，不可置信地质问：“凭什么？”苏婉清梗着脖子喊：“你是厂部派来的，凭什么不给我办归城手续？”干事看着他们2个的眼神带着不屑，他冷声说：“你以为你们在农场做的事情我不知道？错过归城机会就算了，这几天你们2个胆敢私自倒卖物资，还欠了一屁股账，档案上都是污点，根本不配回城。”紧接着，干事顿了下，饶有兴味地看着两人。不过，算你们运气好，上面给了个特殊名额，不过只有1个，你们2个中只能走1个。干事话音刚落，其他留下来的青年都憋着笑看向赵伟强和苏婉清，眼里是看好戏的戏谑。苏婉清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厂部干事说1不2，他根本不敢撒泼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赵伟强就一把推开他，好好的走到干事面前，卑躬屈膝的开口：“领导，您给我办手续吧，让我走。”紧接着他又扭头看向苏婉清：“婉清，你不是说爱我吗？就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吧。”赵伟强立刻换了一副嘴脸，他弯着腰，谄媚地搓着手：“领导，您看我这身体在农场真的干不动了，我妈在城里等我好几年了，她身体不好，就指望我回去照顾她。”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：“这是我妈，您看，都这么大岁数了。”说着还偷偷从口袋里摸出2盒烟，想要塞给干事。干事不屑地推开：“少来这套！”听着他厚颜无耻的话，苏婉清脸色陡然惨白，无法想象几个小时前还对他山盟海誓的赵伟强，现在堂而皇之的要他留下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说会保护我的吗？他颤抖着声音问，眼眶通红。赵伟强毫不犹豫地甩开他的手，不耐烦地开口：“我都说过了，老实待着，你非要去供销社拿东西，还怂恿我一起，档案有污点，都是你害的。你现在自己留下，也算是给我赎罪了。”赵伟强说的理所当然，然后他又对干事抹黑苏婉清：“领导，这个女青年思想有问题，让她回城怕是会出乱子。为了以绝后患，还是让她去13年改造吧。”听着他厚颜无耻的话，苏婉清彻底崩溃，他疯了一般冲向赵伟强，一巴掌狠狠扇过去。赵伟强，我全心全意的帮你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，竟然要毁了我？你这个贱骨头，又不是我求着你帮我，是你自己犯贱，非要贴上来。几个小时前还甜蜜的2个人，毫无形象的扭打在一起。苏婉清下手特别狠，完全压着赵伟强打。所有人都鄙夷的看着赵伟强，明明他个子比苏婉清高，但是完全占不到便宜，一看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软蛋。2个人越打越激烈，完全撕破了脸皮，
赵伟强被打得鼻青脸肿，我和其他青年都在旁边看好戏。一个青年啧啧道：“不是情比金坚吗？结果都不愿意为对方牺牲，好虚伪的爱情。两个人都留下比较好，要不然真的反成，恐怕也是两个祸害。”我没有说话，等两个人打得精疲力尽的时候，才慢悠悠地开口：“我刚刚才想起来，我爸在厂部还有点关系，虽然不能直接办返程，但可以先调到厂部工作，以后机会多的是。你们两个谁要？”最终，赵伟强被干事带走返程，而苏婉清用我的关系调到了厂部。干事带着赵伟强离开时，苏婉清发出凄厉的哭声，整个人瘫软在地。我冷眼看着她狼狈的模样，早就没有一丝心软。原本我想让这对狗男女都去13连受苦，但想想前世被他们害得那么惨，我就不想让他们那么痛快。这样想着，我看向苏婉清和赵伟强，结果发现赵伟强竟然又回头了。赵伟强的表情十分愧疚，眼神带着歉意。婉清，你原谅我，这一次我只是太想回城照顾母亲了。我听着他的话，顿时露出看好戏的表情。滚！苏婉清恨恨地瞪着他。赵伟强走过来想拉他的手，深情款款地说：“婉清，我刚刚仔细想了下，我们两个恐怕都被林浩宇算计了。”说着，他恶狠狠地瞪着我。我扬了扬眉头，账是他们自己欠的，打架也是他们自己打的，可不是我让他们做的。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把锅扣在我身上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苏婉清脸上的愤怒松动了一些。赵伟强看着他态度有所缓和，急忙道：“那个干事肯定和林浩宇有关系，他之前肯定串通好了，故意只给一个名额让我们内斗，更别说他有关系，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，非要看我们打架后才说出来？这不是存心看笑话吗？”说完，他厌恶地看了我一眼，继续表忠心。我之所以在干事面前会那样说，是想先回城给你铺路。我那么爱你，怎么会真的抛弃你？这些说辞一听就是无稽之谈，但我没想到苏婉清竟然信了。她凶狠地瞪着我：“林浩宇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阴险。我不过就是选择了赵伟强，你竟然这样报复我，我真是瞎了眼。”我听着他颠倒黑白的话想笑，选择他把我当什么？我看着他愤怒的脸，懒得再说什么，自私又愚蠢。我倒要看看没有我的帮助，他在厂部能混成什么样。苏婉清看到我不说话，以为我心虚了，对我冷哼一声，转身对赵伟强说：“你先回城，等我想办法也回去。”我看着他们难舍难分的样子，扬了下眉。赵伟强要去的可是我给他安排的，城乡差别在这个年代格外明显。回城的青年都梦想着能在城里扎根，城里的工作岗位也分3、6、9等，越是好的单位越难进，需要过硬的关系。因为我家在城里有些背景，所以赵伟强返程后被安排在一个不错的工厂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早就跟厂里的人打过招呼。而苏婉清被调到厂部后，住进了集体宿舍。厂部的工作看似体面，实际上也有各种潜规则。越是靠近领导的岗位越吃香，不仅安全，而且有各种福利。因为我的关系，苏婉清被安排在了档案室，这是个清闲但没前途的地方。她搬进宿舍后，还想继续占我的便宜，但现在她竟然还想靠我的关系调到好部门，真当我是冤大头啊！1个月后，我特地去厂部办事，正好碰到了苏婉清。她看到我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但还是硬着头皮走过来。浩宇，上次的事是我不对，你能不能帮我调到宣传科？苏婉清，你是不是真以为我傻？我冷笑着看他。你一边惦记着赵伟强，一边还想占我便宜。苏婉清立即解释：“我和赵伟强已经断了，真的。”林科长，你早该和他划清界限了，他这种人真的配不上你。跟在我身边的同事纷纷说道。听着他们的话，苏婉清脸色涨红，她愤愤地甩下一句，转身就走。不帮就不帮，林浩宇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求你第2次。慢着！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慢悠悠地开口。苏婉清听到我的声音，以为我改变主意了，得意地回头。我盯着他的眼睛说：“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们就彻底断了关系。以前我帮你的那些忙，也该有个交代了。”说着，我掏出一个小本子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这些年我帮他的事。介绍信3张粮票20斤，布票5尺，还有各种人情，这些加起来你欠我不少。跟着我的同事羡慕地说：“林科长，要不是我已经结婚了，我都想让你这么帮我了。”我没理会同事的打趣，继续对苏婉清说：“限你1个月内还清，否则我会向厂部汇报。”苏婉清脸色惨白，这些东西对她来说是天文数字。在档案室工作了1个月后，我听说苏婉清的日子过得很艰难。档案室的工作虽然轻松，但工资低，还经常被人使唤。更糟糕的是，他发现赵伟强在城里的情况一样。原来我早就跟厂里打过招呼，赵伟强虽然进了厂，但被分配到最苦最累的车间，每天累得像条狗。而且厂里的老工人都知道他是靠关系进来的关系户，处处排挤他。半年后，我接到消息，准备提干考试。这次考试通过后，我就能正式成为国家干部，彻底改变身份。在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以前的青年朋友都来祝贺我，其中一个人感慨地说：“想想当初在农场的日子，真是恍如隔世。要不是你帮忙，我们哪能这么顺利回城？”另一个朋友插嘴道：“对了，老林，听说苏婉清最近过得很惨，你可千万别心软。”我笑着回答：“放心，我和他早就没关系了。”送走朋友后，我在厂部又碰到了苏婉清，她蜷缩在档案室的角落，脸色憔悴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苏婉清也看到了我，她有些难堪的想要躲开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心里毫无波澜。在我走后，苏婉清才从角落里出来，她的眼里全是怨恨和后悔。这3个月来，她在厂部处处碰壁，没有关系，没有背景，只能做最底层的工作。不仅如此，因为欠债未还，她被下放到最艰苦的劳改队改造了半年，每天干最重的活，吃最差的饭。半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
苏婉清在劳改队的日子度日如年，每天凌晨4点就要起床，在冰冷的水里洗衣服，手上全是冻疮。白天要去地里干活，麦收时节更是累得直不起腰，晚上还要接受思想教育，写检查材料。他写信给赵伟强，石沉大海，托人打听消息，得到的都是敷衍。而赵伟强呢，起初在工厂还算老实，但很快就原形毕露。他开始频繁出入舞厅，学会了抽烟喝酒，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。为了讨好厂长女儿，他编造了各种谎言，把自己包装成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。苏婉清出来那天，他虚弱的站都站不稳，只能扶着墙慢慢走。然而许诺会来接他的赵伟强却不见人影，他强忍着虚弱回到了厂部分配的宿舍。说是宿舍，实际上就是个地下室，这是厂部最差的住处，阴暗潮湿，冬冷夏热。他刚来厂部的时候就住在这里，但很快就靠着我的关系换到了楼上。如今重新回到这个地方，他痛苦不堪，但是为了等赵伟强的消息，他能忍受。他已经计划好了，等赵伟强在城里站稳脚跟，就接他过去，他们一起努力，总能过上好日子。但是他没想到，再次回来时，他发现连这个地下室都没有了，他的铺位上睡着另一个女青年。他强忍着怒火把人叫起来，质问：“这是我的床位，你凭什么睡这里？”女青年不屑地看他一眼：“这床位早就被重新分配了，是个男的，托人把你的东西都清走了，说你不会回来了。”苏婉清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：“赵伟强竟然连我的铺位都处理了，他人呢？他在哪里？”他抓着女青年追问，眼睛通红。女青年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：“那个男的，听说傍上了城里纺织厂厂长的女儿，马上要结婚了。”“不会，他不会这样对我的。”苏婉清喃喃自语，不敢相信，只是半年而已，赵伟强就背叛了他。他疯了一样跑到邮局，要给赵伟强的厂里打电话。最后通过厂里的人，他得知赵伟强确实要结婚了，对象是厂长女儿，婚房都准备好了。赵伟强，你为什么背叛我？为什么？苏婉清在电话里歇斯底里的质问。电话那头传来赵伟强不耐烦的声音：“苏婉清，我们早就结束了，你自己在农场好好改造吧，别再来烦我。”啪的一声，电话被挂断。苏婉清瘫坐在地上，终于明白自己被彻底抛弃了。他脑海里不断回放着这些日子的画面。他为了赵伟强不惜得罪我，为了帮他筹钱，他甚至去给食堂帮工，双手都泡得发白，每天省吃俭用，把好东西都留给他。而现在，这个口口声声说爱他的男人，却在最关键的时刻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。原来，所谓的山盟海誓，在利益面前如此不堪一击。电话被挂断后，苏婉清失魂落魄地在农场游荡了几个月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听说赵伟强要结婚了，婚礼就在县城的国营饭店举行。他不顾一切地赶到县城，终于在饭店门口看到了穿着新衣服的赵伟强，他正陪着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。赵伟强，苏婉清冲了过去。赵伟强看着冲过来的苏婉清，吓了一大跳，他急忙对身边的女人解释：“这不过是个疯女人，我不认识她。”苏婉清听着他撇清关系的话，凄凉的大笑：“你竟然说不认识我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看上你。为了你，我得罪了林浩宇，失去了厂部的工作，还被下放到劳改队受苦。你竟然说不认识我！”苏婉清气得浑身发抖，眼睛通红，像是要吃人一样。赵伟强根本不是苏婉清的对手，被他抓住衣领，狼狈不堪。他可怜巴巴地向身边的女人求助：“小芳，救我啊！”被叫做小芳的厂长女儿就站在旁边看好戏。听到赵伟强的求救后，他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，直接一巴掌扇在赵伟强脸上：“你之前对我保证你是清白的，结果还有个相好的，还把人家姑娘抛弃了。你是第一个敢骗我的人，我没找你算账就不错了，还想让我帮你？做梦！咱们的婚事取消了，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”厂长女儿说完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小芳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赵伟强跌跌撞撞地去追，又被推倒在地。苏婉清看着赵伟强凄惨的模样，哈哈大笑：“活该，赵伟强，活该你被抛弃。你真是不要脸，还真以为我爱你都是骗你的。”赵伟强恼羞成怒，对苏婉清拳打脚踢：“要不是你能帮我搞到返程名额，我才不会接近你。你这个蠢货，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我都恶心的想吐。”苏婉清忍着疼和赵伟强扭打在一起，她发了狠，把赵伟强打得鼻青脸肿，但她自己也累得不行。周围的人都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他们，像看两个疯子。从此以后，苏婉清只能像个过街老鼠一样东躲西藏。她曾经想过调离农场，但档案上的污点让她哪里都去不了，只能继续在这里浑浑噩噩的过日子。苏婉清回想离开我之后的狼狈，无尽的悔意从内心升起。她错了，真的错了，她不该背叛我，践踏我的真心。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苏婉清蜷缩在阴冷的地下室角落，泪水不断落下。我仔细算了算时间，把提干考试定在了下个月。在此之前，我又去了省城一趟，去办理相关手续，顺便进行政审。组织对干部的审查很严格，我要是档案有问题，政审就过不了，可能一辈子都提不了干。万一被人举报有历史问题，可能连现在的位置都保不住。把我的材料都交上去后，从省城回来，我就开始认真复习，准备考试。1个月后，我顺利通过了考试，正式成为国家干部，拿到了城市户口。考试结果公布的那天，天气格外晴朗。我看着手里的任命书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只要正式入编，我就彻底改变了身份，有了铁饭碗。消息传开后，以前的青年朋友都来祝贺我。只是我也知道，位置越高，责任越大，需要更加谨慎才行。这样想着，我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去新单位报道。刚走出办公室就愣住了，警惕地看向走廊尽头。谁在那里？出来！林哥，好久不见，你的警觉性还是那么高。赵伟强阴阳怪气的声音响起，我看着出现的赵伟强，发现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但眼神很疯狂，一看就是走投无路了。听说你当了干部，赵伟强特意来恭喜你。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有什么事直说。”我冷声道：“我在城里混不下去了，厂里要开除我。”赵伟强恶狠狠地看着我：“都是你害的，你跟厂里打了招呼，让他们处处为难我。”那是你自己没本事。我轻蔑地说：“怪不得别人，就凭你也配说我？”赵伟强突然掏出一把刀：“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”那就试试，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
我说着就动了起来，先下手为强。我们扭打在一起，赵伟强像疯了一样，但很快就被我制服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住手！”苏婉清不知从哪里冲出来，手里举着一瓶硫酸，疯狂地泼向赵伟强。赵伟强凄厉的惨叫，在地上打滚。我震惊地看着苏婉清，她整个人瘦得不成人形，眼神空洞。她转头看着我，艰难地说：“林哥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如今我也算是给你出口气了，你要好好的。”说着，他把剩下的硫酸往自己身上倒。不要！我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。保卫科的人听到动静赶来，把赵伟强和苏婉清都送去了医院。我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看着地上的血迹，良久后才轻轻叹了口气，转身离开。一句很轻的声音飘在空中：“都结束了。”我站在新单位的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的城市风景，心情复杂。这些年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。在这个时代，个人的命运如浮萍一般，但正是在这样的大潮中，才更能看清人性的真实。有人为了利益可以出卖一切，有人在绝望中露出最丑恶的一面，但也有人在最后关头选择了救赎。我不恨苏婉清了，她已经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。